有理想的大名总会跟部下们说未来期待天下的他们你，但是好像没有人说过天下到底是什么。他也不会跟你说事成之后只有自己是天下人。就像我的老板总喜欢说跟着他发大财，但是我至今都搞不清楚公司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当代的事我们就不说的太细了，但古代的事我们可以往细里说。今天我们就来考证一下日本战国时说天下到底是指什么。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你再不点赞关注的话，我快做不下去了。话说回来，说到日本战国的天下，就不得不说天下人。毫无悬念的天下人应该有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其次织田信长算不算有点小疑问，再次明智光秀算不算有点大疑问，再次也有说三好长庆姑且也算的。不过日本俗语里有一句有名的是织田信长种麦子，羽柴秀吉做天下饼，德川家康吃饼。什么三英杰啊，还有各种民间的轶事传说之类的，都是把这三个人之间拿出来对比。基本上明智光秀和三好长庆咱就别掺和了。说汉语的日本战国爱好者里面，大部分情况我觉得都认为天下一统指的就是把日本化内之地都纳入到自己的版图。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毕竟谁还没玩过几个光荣的游戏呢？但其实正儿八经的日本的历史学界，战国所说的天下到底是指什么，以前是有不同说法的，直到21世纪才有比较公认的通说。战国史因为史料的客观情况就是变得很快，用几十年前的说法通过推理来论证新的说法，或者是以大推小，都是很不可取的。一个很有可能的说法，经过了几年或者10几年就变成过时的说法，那再正常不过了。就像我上一期说战国时期的爱情史也提到了，最近20-30年战国女性地位的通说已经改变了很多。话说回来，逻辑上说为了天下和统一日本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比较明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强大大名都以领地的扩张为目的，那只是一部分大名的做事风格。比如信长他爹织田信秀就是典型的对领土和财产有极高的欲望，周围的所有大名甚至隔着一个缓冲国的大名都防着他。但也有些是以复兴室町幕府为目的的，比如金川家就基本上只是扩张势力不扩张领土，一直都标榜一种国家混乱有忠诚的气氛，但是他们也说自己为了天下。也有一些虽然实力强大做事积极的大名，但是从战略上看他们仿佛只是看戏的心态，比如斋藤家和北条家。显然很多一向一揆的目标看起来才是真正需要统一全日本才能达到的，但是他们反而不怎么强调为了天下，反而喜欢用佛国之类的说法。所以天下的意思很可能当时和现在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名说天下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最出名的当然是织田信长打出了天下不武的旗帜。我们用现在的语境和上帝视角一看就会下意识地说魔王就是魔王，老子就是要统一日本。但是回到当时，信长是在1566年11月开始使用天下不武的印章，也就是攻下稻叶山城之后不久。当时的信长虽然确实算是一方强权，但也只是列强中比较弱的一支力量，美浓平定他都还没有完成，手里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尾张、半个美浓和半个山河。这种情况下打出旗号说要统一日本，无疑是向全日本的大名宣战，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如果这是策略的话，那么至少应该有不少他因此而获得支持的记录，可惜也并没有。在有的新说中认为天下不武指的是帮助足利家稳定畿内的形势，我深以为然，因为武就是武家，室町幕府就是武家政权，足利家就是武家的代表，所以天下不武就是在天下复兴足利家，自然打出幕府的旗号，信长的合法性就大大的提高了。但就算你有幕府将军的支持，有力的大名也不会看得惯你见人就说你要在他的地盘上复兴足利家，毕竟将军现在在你手上，而且你手上那个将军自己都还不稳。所以天下指的就是畿内，那么天下不武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显得合理很多了，就是指帮助将军控制畿内。在其他的人眼里，意思就是你现在想要护送将军上洛。自然其他的有力大名都有类似的目标，所以打出这个旗号也不会马上就被加上群嘲的debuff。那么天下等于畿内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其实是相当靠谱的。从起源上来说，源赖朝当初就是自称天下草创，指的就是通过御家人的层层从属关系达到了政权的效果。实际上源赖朝自己能统治的范围小得可怜，而足利家作为室町幕府将军时沿用了天下的说法，自称天下人，而这里他指的是天皇的王权之下的人。那么到了足利末期，从天下人的定义引申出天下指的是天皇王权之下的地方，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当时的资料能不能引证这一种说法呢？有，而且不少。首先有传教士就明确地写下了天下指的就是畿内，而且一些有名的大名的事迹中说天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在说全日本。比如上杉谦信在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就正常的那种祈祷，
里面他就写下了希望神佛保佑我打倒武田信玄，让我上洛去天下。织田信长讨伐足利义昭的檄文里面也说，我帮助足利义昭上洛，使天下和平，他却忘恩负义。明智光秀叛变之后也被称为三日天下。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天下大概率指的就是几类。但是其实硬抠的话，大部分这些提到天下的时候，也都有解释为日本政权的合理性。比如上杉谦信的祈祷文可以理解为一种递进关系，意思就是他要夺取政权。信长人家说的也是使天下和平，而非平定天下，可以理解为一种檄文中的美化，天下指的就是全日本。明智光秀确实建立了幕府，所以可以认为天下指的就是日本政权。所以我认为当时说天下可能两个意思都包含，也就是说可以用来指代几类，也可以用来指整个日本政权，类似于今天用首都或者政府办公地来指代一国政府。国际新闻里面说首尔，说青瓦台，说韩国当局，在我们听来都是一个意思，对吧？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智光秀和三好长庆都有资格被称为天下人，因为两个条件他们正好都达到了，控制几类和控制中央政府。但是也有个 bug， 这样说的话，三好三人众拥立足利义荣成功上洛的时候，也是控制了几类和控制了幕府。应该没有人会说三好三人众夺取了天下吧？应该不会吧？那也太有冲击力了。总而言之，天下的意思到现在肯定是被大大的扩张了。在日本，即使是旧的通说里面，夺取天下也只是指夺取政权的意思，包含统一日本这个意思时，都只是在普通的爱好者之间。我觉得这真的是光荣游戏的影响。毕竟玩家统一日本之后，再要有新的游戏内容的话，就得用和前面部分的游戏完全不同的素材和玩法了。制作者肯定是必须要把游戏结束在这里的。可是游戏需要设计统一的最终目标和最终结局，而人生并没有。我们也好，历史人物也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的时候，都只是阶段性的目标，没有谁能通过做一件大事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活在当时的人们又怎么可能去相信出现一个天下人就能让自己长久地过上太平日子呢？我想，现代意义上的天下，从来都只能是一个思辨上的概念。总有人跟你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告诉你的目的是那个天下，但他想要的目的是你修身齐家。毕竟治国平天下是什么意思，他说了算。但修身齐家的事情，他定义了很多次，具体怎么做还是你自己说了算。现在也好，战国也罢，最难的始终还是人心。对于统帅大军有统一日本希望的大明而言，除了要制度创新，还要统一思想，才能真正把自己送上将军的位置。说不清道不明的天下就成了很好用的概念，它同时包含了主君的伟大、下属自己的美好未来，以及为了大众的宏伟愿景，简直完美。织田信长种麦子，丰臣秀吉做天下饼，德川家康吃饼，三位老板纷纷表示这是个好饼，真的是个好饼，用过的都知道，我们都在画。都看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